Hello， 大家好，欢迎又回到门大同你的频道啦。之前一段时间，我跟我的老婆是又自驾游去了奥地利的哈尔斯塔特的小镇。那这个小镇的话，大家肯定不会陌生，因为它在很多自媒体啊，还有主流媒体上都评为是什么世界10大最美小镇、此生必去10大小镇这种标题，大家可能都已经看过无数遍了。那很多朋友讲到奥地利，第一反应不是维也纳就是哈尔斯塔特。那其实奥地利还有非常多很美的地方，也值得去的地方。但是为什么哈尔斯塔特在人们心中的地位这么高呢？那这一次我回到哈尔斯塔特之后，虽然是受到了疫情的影响，但是在疫情过后一段时间，又有非常多来自亚洲的大巴也好，然后还有一些游客。然后你在那边走在街上，你会发现70%、80%都是亚洲人。比如说像韩国啊，我们国家，然后还有一些什么日本地区的，我都有听到这些地区的语言。那我就非常好奇，这么样一个小的小镇，那为什么会一瞬间突然爆火，然后有这么多人？然后我就回家上网，然后查了非常多的资料之后，总结出4点以下的原因。那第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我觉得是有点非常夸张的，就是因为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中国广东惠州一个叫做博罗县的地方，有一个矿业集团耗资60亿人民币，然后去仿造了哈尔斯塔特完全一模一样的一个这种景观。那当然，它的那些，比如说它的湖啊，还是它旁边的高山是没有办法复制，但是整个小镇它是，就是说也不敢说完全完美的复制，但是复制了70%、80%，然后非常夸张的。那这个小镇一出来就是叫做欧洲小镇嘛，那本来它其实可能是找一个不太知名的这种乡村去仿制，但是的话没有想到大家对于这个仿制乡村的原版产生了非常大的兴趣。那大家就是通过不断的摸索，发现这是一个在奥地利一个比较不太知名的一个叫哈尔斯塔特的小镇，然后大家就产生了巨大的兴趣，然后就导致人家会觉得说，哎呦，那既然被仿制，说明这个地方是很高的知名度或是非常美，然后就导致它突然在我们国人心中就突然的爆火了。那有很多朋友啊就想去，然后最后旅游团又慢慢的推荐它，所以导致它成为一个爆火的原因。那第二点，它爆火的原因是什么？那就是韩剧以前有一个叫做《春天的华尔兹》，是由以前当红韩国女星韩孝珠主演的，有非常多的韩国人就把它当作是一个爱情的打卡圣地，所以你会在哈尔斯塔特小镇看到可能国人和韩国人的比例就会几乎是5-5开的，就是说韩国人非常的多。那这也是为什么它成为爆火的原因之一。那第三个原因是什么？第三个原因就是之前有在社交媒体上，然后有一些比较厉害的摄影师，包括 ins 摄影师，然后他拍了非常多很好看的照片。那哈尔斯塔特它虽然以前不出名，但它确实是一个蛮美的地方。然后它是夹在几座比较高的山之间，然后中间有一个湖。冬天的话，雪打下来，然后把整个哈尔斯塔特都铺得非常的白，其实是非常鲜的。那你如果在几个比较特殊的角度去拍它的话，可以拍出那种哇，真的很自然、很鲜的感觉。那这样的图片，然后在我们的社交媒体上就广泛的传开了，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哇，那哈尔斯塔特真的这么美吗？真的很像仙境一样，然后就会觉得非常的向往，然后就导致它非常的爆火。非常夸张的是，你如果在你的手机，比如说打开谷歌地图，然后谷歌地图里面就会有标注哪些点它是明信片的取景点，或是什么地方的打卡地，然后你一打开，你就可以看到这2个点，你就是必须的，然后那边去拍张照，打个卡，然后让你能够获得那种在社交媒体上疯传的那2张非常漂亮的神仙图。那我觉得第4点原因是我个人总结的，就是大家很多城市里的朋友啊，然后住在那种钢铁森林里，然后就没有什么自然的风光，然后就其实大家大部分都是人文景啊、城市景，然后就会很怀念那种乡村的感觉。你就比如说像李子柒之前为什么那么火，他就是说把一些乡村的面貌展现给城市人看，然后把乡村拍得很美，然后让大家都非常去向往乡村，而不是在向往我们现在已经住在的钢铁森林里。我觉得这是它一个非常重要的爆火的原因。那这4个爆火的原因，那这个原来只有700人的小镇哈尔斯塔特，在2012年之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那要知道的话，哈尔斯塔特在2000年的时候，差一点因为人口稀少，然后旅游资源不是很丰富，差点要被别的地区给并入，也就是说它会被并入别的小镇，成为别的小镇的一部分，那可能它就不再叫做哈尔斯塔特。那好在是之后的一些机缘巧合，导致这个地方爆火，才让这个小镇能够继续这样子以它的名字保留下来，甚至是超过了它一湖之隔的那个小镇。像它湖对面的话，有一个小镇叫做 Obertauern。那 Obertauern 其实它的旅游资源是绝对超过哈尔斯塔特的。为什么这么说？它首先它也是在湖区，然后它也是在山之间，但是它背靠着一座非常大的
雪山啊，叫 Dachstein， 那它冬天的滑雪资源是非常好的。那对于欧洲人来说，滑雪在冬天那就是一个非常怎么说，是最火的运动。那几乎所有的欧洲人都非常喜欢这项运动。那你如果有这种缆车，有这种滑雪资源的话，其实这个地方就不用担心住宿啊，也不用担心它的税收了。那哈尔斯塔镇这个小镇就非常尴尬，虽然它已经在1998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但是它这被列入文化遗产的原因是因为它的山上发现了2000多年前的盐矿，然后里面有非常多具有考古价值的东西，所以它才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其他方面的话就没有那么的出彩，导致的话，比如说我问我的德国同事也好，问一些欧洲的朋友也好，他们其实对这个小镇完全不知道，甚至有听说过，但是大家听说过就是去那边徒过步，或者说去那边附近滑过雪，那从来没有人会说我去这个小镇散步啊，或者去那边小镇拍照。欧洲人对这个小镇完全不感冒，他们喜欢的是像比如说奥地利比较经典的几个地方，像维也纳那边啦，然后萨尔茨堡那边啦，然后还有滑雪胜地的话，就比如说滑雪胜地有太多了，比如说像 Jordan、Hintertux， 然后什么 Isching 那些非常多的冰川雪场也好，然后普通的滑雪雪场也好，非常多滑雪胜地，甚至007都是在那边，在奥地利的那边阿尔卑斯山区取过景的，所以对欧洲人来说，奥地利其实就是一个滑雪胜地。其他的这些小镇，其实欧洲人他们来看，其实跟他们自己国家的小镇也好，和一些其他地区的小镇也好，他们就没有什么巨大的区别，没有办法吸引他们。不过好在哈尔斯塔特现在就是已经成为可以说是成为亚洲人心中的一个必去的景点，所以导致它的旅游业非常的好。那像我看到一个统计非常夸张的是，单单哈尔斯塔特那个市中心的那个厕所，每年就能创造14万欧元的收入。要知道，它之前只有700户人家，那它现在可能涨到1500户人家，但是单单是一个厕所就能造成100万的收入，那何况是他们的住宿也好，他们的餐饮也好，这带来的收入也是巨大的。然后他们的停车费现在我不知道，我忘了以前是多少钱，但是现在停车费1小时达到了4欧元，这个比慕尼黑市中心停车费的3块5毛钱每小时还贵。但当然带来收入的同时，也给他们的住户带来了一定的困扰，比如说像他们很多住户门口就会贴着，比如说这里是禁止飞无人机的，或是怎么样的，那就是之前可能很多朋友会去为了拍这很好看的景，然后飞了非常多的无人机，然后导致住户可能无人机其实蛮吵的，然后住户就可能对这种无人机的声音比较无法忍受，所以就贴了非常多的告示。那当然还有那条，其实哈尔斯塔特它只有一条街，那这条街的话，它里面的店铺也不多，然后它商店也不多，然后整个市中心就那么一小块。要知道，在疫情之前，有非常多的旅游团来这边，哇，那都是一车一车的大巴往这里载，那整条小路都被挤得满满的。那对于如果我是生活在那边的居民来说，我会觉得非常的难受。那可能现在居民就把它当成一种旅游业来干，大家钱收到了，可能对这种生活环境受到影响，可能就比较能忍受了。那作为一个总结吧，总的来说，我觉得哈尔斯塔特虽然没有说像网络上传的那么神，什么此生必去啦、全球最美啦这种称号，但是它还是非常值得一去的，它确实非常漂亮，包括它现在开通了一条像去盐矿的那种登山的小火车，然后你就可以坐小火车去体验他们的盐矿啊，然后一些发展了非常多的一些旅游业。如果只是为了拍照或是走一走的话，其实它只要半个小时就够了。但是你如果想要把周边也玩一下，然后比如说去对面滑个雪啊，然后去山上的盐矿看一下，其实去个1-2天或是2-3天都是没有问题的，也不会让你感到非常的无聊。那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啦。如果有喜欢门大同理视频的话，欢迎给我点赞哦。那我们下期再见。